大姐，现在这个猪头肉怎么卖的70一斤。猪肺呢费？40一斤哈。兄弟们，我现在是在四川的彭州市，现在是凌晨的4点半。今天啊，带你们去看一个被称为天花板级的猪头肉，70块钱一斤。哦，还没开门，还得稍微等一下。他家还是剔骨肉的发源地，仅此一家。老板来了，刚好开门了，我都来了1个小时了。这个就是今天早上要煮的哈。对。哎，你这个猪头好像不带皮哈？只煮了骨头嘛，从这里面切肉出来。啊，这2大锅就是1天的量哈。差不多，也不一定煮满嘛。节假日的时候啊，什么的时候煮了满嘛，平时也煮不到这么多。又来一车。对。这一桶能放50个啊？具体没数过，70个肯定能放。那咱这个煮的就是白水煮的，不是卤汤啊？不是，白水煮的。满满2大锅，这就要加水了。那咱这个煮啊，里面要不要加盐呢？也不加盐，加点生姜。这个一锅肉啊，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就好了呢？从下锅到煮好2个半小时。要2个半小时。所以说才那么早起来嘛。要不然赶不上早饭了。赶得上啊，这个就是为今天早上准备的。哦，那都是熟的是吧？对，为今天早上准备的。这个热一下就行了。对，这就是昨天下午煮的。啊，这啥？猪耳朵？这就是猪耳朵嘛。你们家煮这个肉都是原味的哈？对，都是原味煮的。我们早上吃这个，中午吃这个，晚上才自己弄饭。这热一下就行了哈。烧开嘛。过一道热水。这个是凉拌的哈。都是。这肉类基本上是凉拌的。咱这边就喜欢吃凉拌的。不是说我们这边喜欢吃凉拌的，主要是我家主要是卖凉拌肉。这个就是剔骨肉哈。对。猪头剔骨肉。我看你上面牌子叫9齿婆婆店是啥意思啊？以前没有招牌嘛，顾客嘛，看的都是一些娘娘婆婆些嘛，就慢慢就叫到这个店嘛。这个招牌都是顾客给我们叫出来的。这边煮的是什么？心肺嘛，猪头皮肉嘛，就你刚刚看到骨头那上面没有肉，没有皮，就在这里。头皮都拿到这边来了。对，单独弄嘛。这个猪头又出锅了。对喽。出锅喽。这么多大姐在那拆猪头啊，这个就要趁热拆吧？对。凉了就不好拆了。对。凉的这个就是空气也干燥。这一个猪头上面也拆不了多少肉。大的当然少，才有腥味儿。这个吃这个特别香气。大家听说这个拆骨肉就是你发明的？对。那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30多年。这个剔骨肉上面啊，它都没有那个猪头皮嘛？就是切下来裹是裹，剔骨肉是剔骨肉，头皮是头皮。头皮就做卤味了？不，拿来拌的还是拌的。也是拌的。有耳片那些和在一起。那您这个猪头肉是怎么卖的呢？现在70一斤。那个头皮呢？一样的哈。这个名字。淋巴是吧？这个不能用。不能用。这边也在切肉，头皮肉、猪耳朵。我发现大姐们这个刀工都可以。切了这么多年了。切了多少年了哈？他们这边啊，猪耳朵跟这个猪脸肉啊是混在一起的。这个是肺是吧？这是肺皮儿。肺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啊？肺40一斤哈。35要的没有？都5块钱。要的。微信收款75元。哇，辣油啊！辣油。大姐，你这个辣油好香啊！外地周边一转的人也相当特别多过来。它这个肉吃起比较细，那个它吃起来好吃些。还香。对。还是卖这些，慢慢个剔骨肉里头那个肉还比较还可以，就最后就剔骨肉就畅销了。它这个是糖醋味的。您这个还拌不一样的味道哈。你要吃啥味？有糖醋味儿，有麻辣味儿，有芝麻油味的。大哥，他家这个猪头肉味道怎么样？我这吃几十年。老顾客了。老顾客。30多年，从他们那边把这边
板鸭也是特色的，啊，这个板鸭也是你家的哈？特色的。九齿的板鸭也很有名啊。大姐，那给我们来点拆骨肉。好的，你这个可以掺起来吧？可以，洋洋可以给你来。啊，那给我掺一点啊。这是刚出锅的，哎，热气腾腾啊。拆骨肉就是香啊，靠骨头。要点这个吗？哎，要点猪耳朵，稍微掺一点就行。这个要不要点？啊，这个也来一点。好，要不要飞片？飞片抓一点吧。哇，这个太诱人了！来点米饭，它这个是1块钱1个人，随便吃。这个就是彭州啊大名鼎鼎的剔骨肉哈，70块钱1斤。这个价格怎么样？这个呢是猪头肉和剔骨肉的3餐，这是一个肺，凉拌肺片，10块钱的，我1个人吃不了那么多。这是份鸭子，板鸭，啊，这个板鸭是卖32块钱1斤，这边是半只。哎，拆骨肉，哇，过瘾啊！刚刚我们看它煮的时候啊，它就是清水煮的，其实它的肉啊是没什么味道，但是它的料香，特别是它这个辣椒油啊，非常香。这个下面还垫了豆芽。豆芽包在这个红油里面啊，也好吃，脆脆的。凉拌猪肺，哇，它这个红油啊太香了。这些肺啊，你要把它做好了，也挺好吃的。他家早上啊，基本上都是这种凉拌菜，对吧？热菜啊、蒸菜都要到中午了。这个9齿的板鸭也是非常出名的。哇，浓浓的那种烟熏的味道，非常香，可以。他家这个剔骨肉啊，在彭州啊，应该是做的最早的一家，而且生意巨好。我刚刚听那个客人讲，每天到中午啊都排队，门口都堵车的。那味道做的确实好。为了拍这个片呢，我早上3点钟起来，现在已经8点半了，饿得要命，来了一大碗米饭。哇塞，这么大一大桌菜啊，70块钱，你们敢相信吗？18道菜70块。到我们这儿就餐，35一位，不需要点菜，我安排啥吃啥。35块钱1个人，大概有多少道菜呢？10几道到20道吧。大家好，我是勇哥。今天啊，我们来到了河北的邢台市，这里啊有一家非常任性的小馆子，不给点菜，35块钱1位，老板上啥你吃啥。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到底能吃到点啥 ，Let's go。就前面这个小巷子里面，他这边有一个牌子“味餐馆”。你好，老板，有吃的吗？现在？啊，还没开始呢哈。没到点呢。几点钟啊11点。现在已经11点了吧？11点10分。啊，老板出去了哈，那我们等一会儿。老板回来了。今天你看礼拜一在这拍，礼拜一生意淡一点哈。啊，这个配菜烧菜都是你一个人啊？啊，一个人。您这个菜都是提前烧好的哈？哦，提前一批前做出来了。啊，对。现烧来不及。对，现在等不及。这个做的是什么菜？带鱼红烧。老板这个做事特别麻利啊！我说你做事特别麻利啊！我说你快不行啊，不快不行啊，哈哈，是不是？又配又烧。哦。你这个每天啊，正常要准备多少道菜啊？一天这得10大几道，20道吧。20道菜。啊，一顿啊。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6、7年了吧。哦，原来就是做厨师啊？没有。那你怎么会炒菜的呢？哎，这老百姓啥不会做，是不是？哪种求佛啊？帅哥，你也是过来吃饭的哈？啊。他家味道怎么样？特别好。特别好哈。早点几个人啊？啊？几个？3个。好嘞，就这桌吧。啊，对。哦，看过我视频哈。哦，谢谢。哦，这香肠。香肠。老板，我们这个需要点菜吗？不需要。哦，不用点菜。不用点。啊，安排菜啊。
就是您安排哈。哎，我们2个人两个人，这儿给你上10大几道菜吧？啊，要上10大几道菜啊，是，咱不是自由意志，想这儿就这儿，是吧？啊，想做啥咱做啥，但是就要吃好，是吧？来带鱼，大海的味道啊！大海的味道，大海带鱼的味道。啊来，上上菜。啊，上菜了， 3个人啊。这是凉菜，这个是什么菜？骨头排骨。啊，排骨。哦。腊肠没事，你不够再给整。喜欢吃不够还可以加啊，不可以加啊。管够。这是老豆腐。老豆腐。您当时怎么想起来做这个胃餐馆的？没别事干，弄个这个算了，是不是？那这行，是不是？有事做算了，是吧？啊，有事做。哦，还有蒸菜你家？整，哎，这。您今年有50岁啊？ 50多，60了，要快60了啊！加一圈了，准备第2圈。这个精气神太好了啊！你说的，必须的，活得要快乐。这腊肉，这个腊肉，中国制造腊肉，自己做的啊啊！腊肉也自己做的，自己做。那我们2个人，老板给我们安排哈。啊，这，来做吧。大概有多少道菜？哎，这不是所有的海麦是全部啊。啊，好，像您这边正常一天大概有多少人来就餐呢？你要这可说不准呐。来人多少，有时候他上帝不跟我商量，人多了他订大桌，他跟我商量。啊，这不打电话提前了，是吧？啊，我人啥的，一般还不商量。上菜了，哇塞，太丰盛了。还有菜啊，大姐啊？还有啊？哇塞，哦，这是老豆腐，上齐了吧菜？啊，我的个乖乖，这么多菜，齐了吧？啊，这么大一大桌菜啊，70块钱，你们敢相信吗？我们来数一下，看总共有多少道菜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道菜，18道菜70块。油爆虾、红烧蹄膀、炒空心菜、油炸花生米、炒平菇、炒豆芽、香肠、炒西葫芦、红烧带鱼、清蒸腊肉、红烧排骨、烤菠萝、拔丝红薯、烧鸡块、凉拌粉条、蒸鸡蛋、甜蜜蜜、老豆腐，足足的18道菜。来尝一下，这个香肠是他家自家做的，味道非常不错，吃起来就很干香的感觉。这是腊肉，香是蛮香的，那感觉稍微有点肥了。这是蹄膀肉做的，这种吃起来特别过瘾。虽然你看它的分量不是太大的，但是呢，你可以吃到很多品种、很多口味，居然还有拔丝菜，来，拔丝地瓜，这是红烧带鱼。他家你不管来多少个人，都是按位算，35块钱一个人，就是打菜多少的问题。如果你人少，他少打一点；人多呢，他就用大盘给你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喜欢吃哪一道菜啊，如果不够吃，还可以另外加，无限量的。现在啊，像这种小馆子啊，你想找到还真不容易，全国都少见。他家这个香肠啊，味道特别好。刚刚老板看我们那一盘吃完了，他主动又给我们加了一盘。不夸张的说啊，这顿饭啊，是我吃过最实惠，也是最具性价比的一顿饭了。我做这个就是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这儿做这个的得有几百家，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像央视、省市电视台都给我们做过专访。开句玩笑话就说，只要是经过我们东明的猪，基本上前腿都留在我们这儿了。大家好，我是勇哥，我现在是在山东菏泽的东明县。今天啊，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当地最大的特色——粉肚的制作过程。具体讲啊，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用了主要就是煮了前腿肉，在这个口感到时候后期成皮的时候，就是会不很腻。像你们这个啊，一天大概要用多少肉呢？像现在就是淡季，一天基本上就是3吨多。到8月15过完中秋节到过年之间，这时候旺季，
可能一天就是我们高峰的时候能到15、16吨。这个主要是我们有很多个网点，像这样的门店还有40、50家，将近110个工人，他们每个店都是独立加工的。现在肉切好以后，我们开始拌制馅料，先把水盛一下，把淀粉盛好以后放到这个盆里边化开。做淀粉水化开以后，这个搅拌的时候接触面更大。你用的这个是什么粉啊？这个？绿豆淀粉。那别的粉不能用吗？别的粉没有这个绿豆淀粉的粘性好。哦。对，做出来以后会呈现那种琥珀色透明状。现在就是把水倒入绿豆淀粉里边，化成粉浆，这个要搅拌到完全化开。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外面吃的凉粉的那种粉？凉粉他们能舍得用这种粉，那这价值比那种绿豆比他用的那种淀粉贵5倍都不止。他做那个凉粉肯定你说发绿色，肯定有豌豆粉。真正的绿豆粉做出来以后是无色透明。你们家做这个啊，做了多少年了？做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做到80多年了，都已经第4代了。有点像我们过年家里面炸肉圆那种感觉了。对，像那个炸酥肉差不多。现在就是要把它拌匀。对，先稍微的搅拌一下，因为还要再加调料。这个是什么油啊？这个芝麻香油。我们这个香油和市面上香油不一样，我们是专门找厂家定制的，还派了专门的人在那里看着，过程中是肯定不会掺假的。这个油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东西，确实和这个现在机器压榨的是不一样的。你这一盆肉啊，要放多少油的？现在基本上就是8斤左右。它这个香油味道确实好，老远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和市面上商超里买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看怎么有点像那个椒盐呢？这里边有将近20种中草药，就磨成粉了。对，磨成粉。这个是老抽吧？就是上色用的。现在所有的调料已经都放完了，现在开始搅拌均匀就可以了。你这个都是手工拌的？对，这个必须要手工。如果用机器，肉会在搅拌过程中变热，发热，口感就不好了。做香肚最累的这工艺就是这一步。这个要拌多长时间呢？这个要将近40分钟左右。做粉都就这一步最累了。小时候跟家里边学的时候，一到冬天手冻得通红，特别冬天难受哈。冬天太受罪了。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撑不了，太累了，一站几个小时，一拌好几锅，基本上大半天都是在干这个。做什么生意都不容易，也是辛苦啊。对，挣的也都是辛苦钱。这个主要是醒制一下，和空气多接触一下，这样出品的时候颜色会更好，入味也会更均匀。这个要放多长时间呢？这个是一是根据季节，二是也是主要靠经验。像现在这种天气，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如果要是到天冷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时间要更长一点。这个就是猪尿泡，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弹性，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破。而且这个像现在，还有这个球，煮好以后，它主要也是圆的，玉也好，团团圆圆嘛。这个基本上高温它不会破，像我们也用过那种蛋白的，一遇高温它容易爆所以我们经过就是一是从传统考虑，而且是多方考究以后，还是选择用这个传统的猪尿泡。现在就是把这个肉泥装进去。对，把这个拌好的馅料装在这个猪尿泡里，基本上装到8分满就可以了。然后用钢钉把这个口封起来，防止这个馅料从这个猪尿泡里跑出来。还要炸一下。对，再用面线把这个肚口系住，这样一个香多半成品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对，这就是一个香多半成品。这一个装多少肉也没有什么讲究哈。对，这个没有讲究，因为它这个猪尿泡大小不一样。它这个尿泡大一点，就会装的馅料多一点，到最后也是按重量称的，所以它不是按个卖的。这个用钢钉把它封一下。我看你这个做法好像跟我们江苏那种香肚差不多。做法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们这个肉占比很高。你看我们的肉基本上占比在那80%以上，粉很少。粉在我们这个里面起到作用就主要是凝固成型的作用。现在就要下锅了哈。对，汤啊好像也是卤汤吧？对，老汤。平时就是卤制完以后，也要经常的就要把老汤放掉一些，然后再添一点新的汤。接下来就是把灌装好的香肚放到锅里边预热一下。哎呦，这个一下去好像都是鼓起来了。对，一预热这个尿泡它会收缩，收缩里面有空气，它会飘起来，然后静置一会儿。这个有点意思。静置一会儿以后，用钉戳个洞排下气，
如果不排气，到时候煮制的时候里边气压高容易爆。这都沉下去了吗？对，一没有空气以后，它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以后，再把它捞起来，然后这时候就球状了。你这个刚放进去就把它捞出来干嘛的呢？这个捞主要就是为了排气。啊，排气以后，然后下一步就是用纱布再把它系紧，因为它成圆形、成球形以后，包裹的时候它受力，好包裹。哦，还要用纱布裹。对，包裹上纱布主要也是为了防止就是外边这个尿泡会爆，爆了以后要用纱布兜住以后，就让它爆了，它也是在纱布里边。啊，等凝固以后，它还是一个球状的。包好以后再下到锅里边，再放进去。对。像你做这个，在我们当地啊，有多少家在做呢？在我们这儿做这个的得有几百家，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这个要煮3个小时左右。咱们这个现在还是烧的是地锅哈。对，这个地锅煮出来的味道和那个气锅和蒸汽煮出来的味道，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时间差不多了，应该能出锅了。现在。这就差不多要好了哈。对。这还是个专用工具。对。这个是扎一下看看。对，扎一下，如果就是说一扎很轻松就扎透了，就熟了。如果是里面有硬芯儿，它就不熟。这一锅啊，大概煮了多少个？这一锅大概就是100来个，一般就是一天煮个2、3锅左右。如果要到过年、中秋节的时候，2节旺季的时候，像这2个锅，一天到晚连轴转都不够卖的。地方特产嘛，都是很多当地的，还有好多外地的朋友都过来买，都往外带。那咱这个现在是怎么卖的呢？现在是33一斤，论斤卖。对，散切，可以要整个的，也可以切开，都可以。这个捞出来以后，要迅速的用这个铁钩挂在这个晾杆上，把它晾凉，保持它的外观尽量是个球形的。这个就相当于是成品了哈。对，这个冷却以后就可以到门店上售卖了。你们家每天这么大产量啊，东明县能有这么多人消费吗？那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家在当地销量肯定数一数二的。周边县区的，还有旁边省市的也都会开车过来买。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凉了1个多小时了，应该能切成片了。现在大概就把纱布拆掉。对，把纱布拆掉。现在还有点热。估计切的时候还会有点散，现在凉透了它就不散了。对，凉透了就不散了。哎呦，漂亮漂亮，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猪皮冻。差不多，不，猪皮冻是凉的，这是热的。像现在这种温热的状态，切好的片儿会比较厚。如果是凉透了以后，切成薄片儿会晶莹剔透状的。这个就是东明县的地方特色粉肚，我来尝一下，这里面全部是那种小肉块，吃起来呢就是轻微的带一点那种五香味的，而且呢它这个里面掺的是那种绿豆粉，吃起来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那种粉味。我感觉这个凉了以后啊，如果说当成下酒菜还是非常爽的。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呢，在东明县啊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刚刚听老板讲，他家在这个县城里面就有50家分店，每天光这个粉肚啊都要做到3、4吨。你们觉得这个销量怎么样？我们农村人最大的缺点呢，说实话就是怕没钱，怕别人看不起咱。这么多年呢，我在石家庄呢，通过我买板面，我买了3套房子。我每个月的时候也给我爸1000块钱的生活费，这全部都是通过我卖板面挣回来的。宰人的饺子，坑人的面嘛，不管你卖什么面哈，你都不如卖板面。大家好，我是勇哥。今天我们来到了号称国际庄的石家庄。石家庄啊，不光是有牛肉燥饼，还有一道美食啊，叫石家庄特色正宗安徽牛肉板面。现在我们就过去尝一尝。这一块大约的时候是30斤左右，全部都是精炼牛油。这一锅啊，大概要熬多少油呢？这一锅的时候熬200斤油，一定要选这种大品牌的啊。第二段时间还要是大厂家，要不然这时候你在熬制的过程中哈，它会出来一种味道，就说不出来的一种怪味儿。这样来说就严重影响你的品质。首先我们下的呢是小料，小料的实际上主要的实际上就是花椒啊，然后香叶啊。这个料呢，它颗粒比较小，叫小料。这个小料正常来讲，我们要熬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充分的把这个小料的这个香味儿全部给它熬出来，
尽量不要大火，不要用急火，用小火慢炸。所有的腰料的时候讲究叫君臣佐使，就是里面的时间有提香的，有去腥的，有茴香的，每个香料都是按照比例都精确到克，然后加进去的。我不喜欢用一些就是很活类的东西，像我们家的东西最多就用个盐、鸡精和味精，剩余其余的全部都是药料，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全部都不放。咱家里面怎么吃，我们怎么做。我们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板面馆，我觉得不到1万家，至少也得有7、8家、7、8千家以上。板面馆的数量应该是全国来讲最多的。我也吃过别的地方的一些板面，包括我去学习，我也去过安徽的太和、阜阳。说实话，还是我们石家庄的板面的做法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店也好，我们做的确实也是在非常的讲究。像这样的一些料呢，它的香味的时候出不来，我们就需要的时候给它炸一个缝出来，炸一个缝，让它这个香味的时候容易出来。这个香料要洗一下。对，香料要洗一下，要给它充分的给它洗干净。我们在炸的情况下，怕它炸糊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这里面，比方说一些杂质啊、一些异味啊，把它给它洗出去。你熬到这种金黄色，这样的时候就充分的时间把这个料的香味的时间给它熬出来了。这么一锅的料，你就是炸一根筷子，我跟你说，拿着筷子嘬2口也是香的。然后每个锅里面放点香菜，放完香菜以后再放点香葱，这是大葱，对，放点大葱。然后这个再炸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这个小料基本上就炸好了。店里面开着门了，哥们儿。每个礼拜天下午全部都不干，工作的一半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媳妇也没时间陪，孩子也没时间陪。你说天天老干的目的是啥呢？不能只有工作没有生活。你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我从27岁开始做，今年已经40了，做了13年了。我老家呢来自农村，是拿着助学贷款来到石家庄上的学。大学毕业以后呢，也从事了很多的一些行业，但是呢，挣不了只能养家糊口，挣不了什么大钱。然后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手上的就剩300块钱了，连奶粉的时候都买不起，更别提说在这个城市里面买房子了。至少我现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至少有尊严，就有你明白的意思吗？尊严，有尊严的在这个城市里面活着。那你不是石家庄人？我老家是河南信阳的，99年来这石家庄上的学。你都不知道我们石家庄人对板面这个热情有多么高啊！不管他开奔驰、宝马、迈巴赫的，也不管他是骑电动车的。也不管是骑自行车的，大家到中午的时候呼噜呼噜的时间都弄个小马扎，刚开始就弄个小马扎，马路边上一坐，呼噜呼噜的时间弄一碗板面。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山西的太原、陕西的西安，都不如石家庄的面馆这个数量多。要不然人家就这么说嘛，河北好风光，板面石家庄嘛。这个渣就不要了哈，全部不要了，小渣全部都不要了。这个姜哈。多放点味儿好，这个就起到去腥的作用。这个实际上是要下大料，也实际上也是板面的一个最灵魂的部分。它那个姜的时候炸成这种焦黄色，我们才要下这个大料，不能一次性放进去。放进去的，因为这个腰料吧有水，它就冒了。要是6、7月份的时候，好家伙，那热的炸一次料都中暑了都。这个辣椒还要泡一下。对，要拿开水泡啊。它是让这个辣椒的时候会把它泡鼓了啊，然后的时候让那个刚才我们后期的时候会让这个牛油充分的时间灌到这个辣椒里面。我们在吃板面一吃这个辣椒，嘣的一下爆汁儿的这个感觉。这一锅大概要放多少斤辣椒啊？30斤辣椒。有朋友说广西的朋友能吃辣椒，也有说湖南的朋友能吃辣椒。我认为真正能吃辣椒的还是我们河北石家庄的朋友。我们这儿吃辣椒都是整个的吃啊。欢迎四川的、云南的、广西的朋友来我们石家庄尝尝我们石家庄的板面，挑战一下你能吃多少颗辣椒啊！哇塞，这还要下辣椒啊？对，一锅不够啊。这招待远方的朋友呢，必须得拿出我们河北人地地道道的热情来，石家庄的地地道道的热情来啊！哇塞，热情似火。不能吃辣的看到你这一锅料有点害怕，头皮发麻。这2锅料大概有多少斤呢？这2锅料做成了以后，2锅料将近要做500多斤，能用多长时间呢？不到1个礼拜就用完了。我们一天将近100斤料吧。哇，这还有辣椒啊！现在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小火慢炸，然后把这个辣椒的时候慢慢的给它炸香了。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每一个这样的鼓着小肚子的辣椒，里面全部都是牛油，炒个20分钟左右，我们就开始这上放牛肉，然后让牛肉当锅盖。哦，你这个牛肉块这么大？对，而且这时候你看哈哥，这全部都是鲜牛肉，从来这时候不买冻牛肉，全都是鲜的。你看切的时候都切的薄厚不一样。我们每锅的情况下也不会因为牛肉贵了我们就不用，也不会因为牛肉便宜了我们就多用。每锅牛肉的情况下我们就放30斤，贵了也是30斤，便宜我们也放30斤，这才是我们正宗的石家庄板面的做法。这种做法还真第一次见。第一次见吧。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牛油把它封住。哦，还要浇油啊，在浇油的时候把它封住。啊，这个油是不是刚刚就是熬料的那个油？熬料的料油啊，就是熬料的料油。这生意好哈，有好的道理，不要因为自个儿辛苦，是不是啊？你就去省步骤。其实每一个步骤呢，我们尽可能呢，就是每一个步骤的时间，让把它做到这时间精益求精，是吧？在这炒，这就要煮牛肉了。对，相当于在要炒牛肉了，再炒2个小时左右啊，还要再炒2个小时左右，这样来说才能把这个肉的时候给它炒香了。辣椒里面灌上油就完美了。我们那个板面呢，可以分为宽的和细的，面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面。啊，你这个面都是机器做的哈？全部都是自己现压的。安徽那边好像都是手摔的嘛？对，他们那边手摔的，因为我们一天的时候卖的实在太多了，一天我们像卖400-500碗面，几百斤。根本的时候都摔不过来了，现在这时间整的这时间全部都是机子了。然后比方说我们要吃宽的情况下，就是这边的时候压的就是宽的，啊，宽的。这边出来的就是宽面啊，这边是出来的是宽的。然后要吃细的情况下，那边就是细的。我们像这样的面的情况下，一次性的时间煮10碗左右，从中午11点一直到2点之间不间断的煮。现在是2点47分，就一直在煮，一直在煮。放点青菜，放点青菜。这一碗面现在正常是卖多少钱呢？小碗是9米，大碗10米。再来点辣椒，那使劲能吃辣椒哥？还可以，可以吧？哇，加点牛肉，好嘞，好嘞，来。经常听说啊，石家庄这个板面啊非常脆，今天就过来尝一下。哎，跟我们以前在安徽啊吃那个板面不太一样，它这种呢是机器做出来的这种细面。安徽的板面基本上都是那种宽面，它手摔出来的。我这一份呢是9块钱的面，然后加上15块钱的牛肉，这一份呢是24块钱。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过瘾？哇，差点呛着。它这个辣椒还是比较辣的，面条呢就是正常的那种水面，不像拉面那种啊特别硬，这种还是比较软和的。这个板面啊，灵魂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这个汤料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又麻又辣又鲜。它这个牛肉啊都是这种小肉丁，能吃辣的朋友啊吃这个板面啊特别的过瘾。难怪这个石家庄的板面啊比较有名气，它这个味道做的相当好。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是一直没搞明白石家庄特色的正宗安徽板面。这到底是安徽的特色还是石家庄的特色？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啊，我们讨论一下。为了拍这个视频啊，我们早上起了一个大早啊，一直到现在呢3点钟了，到现在才吃上这一碗板面。一点不夸张的说啊，花了这么长时间能吃到这碗板面，这个味道给我感觉啊还是物有所值的。